朋友们，如果在荒无人烟大山之中，给你一栋房子，让你一个人在里面居住，你怕吗？在我的身后啊，就有这样的一栋房子，我觉得啊，建在深山之中，而且啊，它建的地形非常的险峻。刚才我们车子啊，刚刚从房子的最底部穿过来的。等一下，我们再转个镜头，我们要从房子的底部穿过去，非常非常的险。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栋房子呢？现在转个镜头给大家看一看。这个地方的山体啊，很多都是这样的碎石和泥巴，完全没有一些大块的石头。我感觉啊，这栋房子建在这里非常的危险，会不会啊，涨到洪水的时候，它的地基会下沉呢？大熊就停在那个位置了，这个房子啊就在上方，看到底下这条路啊，坑坑洼洼的，都是这样的砂石路。我们就是沿着这条小小的马路下来的。等一下我们要从这条马路啊返回，从这里啊过去，最后啊穿过那一个房子的底部，穿到往这里啊上山，最后走到大路去。其实这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到底是哪一个在这里建了一栋这样的一个房子呢？其实这个房子啊看着还是挺大的，整个花费的话少说应该也是好几十万。这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也没有人住，只有他们家一家人在这里。你们从上面走下来的吗？那上面有学校吗？没有学校啊？哇，从那里走过来大概要多久啊？10-20分钟。你们家在哪里啊？在前面。在前面还有多远呢1个小时。1个小时啊？不是，60分钟。20分钟？60分钟啊？60分钟就是1个小时啊？不是。不是啊？我知道。你几岁了？我10岁。10岁了？可以，好好读书啊。好。我把车已经开上来了，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房子啊，非常的奇怪，就建在这样的大山里面，整个这个房子的地基都没有的，都是建在公路之上，看到吧？可以说这个房子的一个院子啊，也是非常的小，但是里面肯定住着人，但是今天可能不在家，整个院子铁门是紧闭的。我觉得这里的景色还是挺不错的，给大家拍个全景吧，大家看一看吧。那边是一个瀑布，景色非常的美啊，看一下，这是一个长长的一个峡谷。整个这个大山里面没有一户人家，只有他们家单独的一户人家住在这里。这边就是悬崖绝壁了，从这里有一条路好像可以过去，但是我们要从这个方向返回到国道上面去了。其实我也是无意之中开车才来到的这里，我觉得这里简直就是一个世外桃源，这里的景色非常的美，这里的空气啊真的非常的好，我想待在这里啊多待上2天。但是这个地方啊停车真的是非常的困难，基本上没有一块平地，非常的不方便。朋友们，如果给你们这样一栋房子，在荒无人烟的深山之中，你敢一个人来住吗？反正石头肯定是不敢的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啊就为你们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
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又来到湘西的大山里面，好多人都告诉我说，湘西的风景真的很美。那今天我们所来到的这个地方呢，有一条河，叫做长潭河。河的上方是一片的悬崖峭壁，悬崖峭壁的上方有个小乡镇。在解放之前，当地应该就是躲避土匪的。上面呢还有一些金氏的古堡。我们要过去的话是挺不方便的，为什么说呢？好多人都知道啊，我们湘西还有拉拉渡，比如说我们去边城古镇就有一处拉拉渡，2块钱可以出省到重庆那边。那这边呢也有一座拉拉渡，这座拉拉渡呢很奇怪，它是我们整个湘西州啊车流量唯一的一个拉拉渡。我们要走到这个小乡镇呢，车子必须要坐到船上，然后呢，通过人工拉拉渡把车呢转运到对面的码头，然后再开车上去。这个小乡镇大概有几千人吧，每5天是赶一集，是一个土家集市，上面卖的东西都还挺便宜的，大部分都是当地的一些土特产。真的非常的期待从这里走上去看一看。而且我发现啊，码头的边上还有座房子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座2层楼的房子住着是2个船夫，他们常年都是住在这边，主要就是为了这边的人们呢出行比较方便，尤其是晚上，比如说晚上的12点钟啊、1点钟啊，大半夜的乡镇里面有些小孩啊、老人3病2痛的，打了他们的电话，他们就从房子里面出来，然后呢，再用拉拉渡把人给转运出来，去到县城。这边距离县城大概有25公里，所以说这个小乡镇很小，大部分一些重要的一些物资啊，或者是人不太舒服、感冒之类的，可能大部分还是要去乡镇。这座房子呢，他们平时就是住在这里。而且据我得到的消息，这座房子可能要闲置下来了，大概在不远的将来吧，可能就是1年到2年左右，这栋房子就闲置下来。而且这个码头呢，以后都不会再用了，因为在这个码头的上方是新修了一座桥梁，以后呢，整个小乡镇出行就要比现在方便了许多。那大家以后估计也再也看不到这样的一个风景了。所以今天我来到这里呢，专程拍一个视频，带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湘西州这边最后的一个车辆拉拉渡。得这几公分啊？对。哦，最后一板砖是什么时候啊？我也是才刚第一次来这个。第一次来这里啊？这位大哥也是第一次来这边，他说在那边应该是做工程吧。师傅，你今天一个人啊？今天生意好不好？现在坐船的人比较少是吧？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艘船的话，一次性
可以容纳大概6、7辆车。上船了之后，要把这边的铁链给拉起来。这是纯手工的一个拉拉渡，这么大的一根钢丝绳。现在我们的车子已经来到了船上，可以看一下这栋房子啊是没多大的，2层楼，有4个卧室，一个客厅，有个厨房，还有一个卫生间。大山里面独门独院的房子，马路在上方，车辆都是从上面开下来，然后呢从这边渡船去到对岸。据当地的老乡说，这条河里面的鱼类资源很丰富，每年夏天来到这边钓鱼的人挺多的。对面的崖壁之上，我们发现了一条小瀑布，大概落差有15米左右，感觉流水就是从石头缝里面出来的。一会儿的功夫啊，对岸已经有3辆车在等着了。很难想象这样的地方，这样的大山里面还有一个乡镇，在里面还住着不少人呢。刚才我们和船夫聊了会儿天，他说他的祖辈不知道是哪一代开始在这边过着隐居的生活。以前啊，举家搬到大山里面，都是为了躲避土匪，久而久之，对这边也有感情了，现在也不想搬出去了。俗话说得好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说的就是如此。在大山里面交通不便利，但是呢也孕育着很多生机吧。山里面的野菜很多，野蘑菇很多，而且河的对岸有很多田地，平时啊种田，种点经济作物，一年的收入还是挺不错的。哪跟得上天呢？有几个人在这陪我视频？应该好多哦。好像有点多。我以前带过一次啊。那个浪花。啊。一见就没有2个人了吧？6个人了哦。啊。我上一次拍这个视频有60-70万多。朋友们，刚才我就是开车从那边过来的，看弯弯曲曲的道路，一路开到谷里，然后呢，从那边坐船把车再开上来，即将就进入这处乡镇了。背后呢就是新修的大桥，以后呢所有的车辆都是从那边走了，交通也是越来越便利。那以后这边的拉拉渡啊就再也见不到了，所以这个视频把它记录下来。可能啊，很多年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，哎，湘西原来还有这么原始的一处地方。那视频的最后，石头也想问大家，你们喜欢湘西这样的景色吗？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大家还记得这栋房子？
之前是长沙的一个大哥看起了，但是呢，出价太低，一直没有转让出去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再次来到了这栋房子，这是杭州的一个大哥，不远千里来到这边来看房。他从视频里面看到这栋房子，感觉很不错，过来看一下。这旁边的小溪流一直还是流着水的。今天的气温挺高的，37、8度左右了。我们已经来到了房子的院坝。这边啊，就是山泉水很丰富，独门独院的房子。旁边这块地啊，是他老表家的，不是这栋房子主人家的。前2天我才和他打过电话，确定了房屋的地基交界之处。这外面的地啊，都是他们家的，一直延伸到了马路边，所以在这个院门口啊，搭建一个平台，可以把整个院坝加宽，但是要留一条路就可以了。蓝天白云，环境还是非常好的。前些天我们来的时候，底下的小岔河水还没多深，这个时候啊，水位全部已经涨上来了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碧绿碧绿的。底下的这条公路呢，是去往完米坡的老路，现在车流量啊不多了，重新修了青青公路之后，大部分的车辆都不从这边走了。这里还有2棵柚子树。这栋房子啊，现在是大门紧闭啊，无法进去看的。主人家呢，在浙江那边打工。房屋的外墙贴上了瓷砖，里面呢做了简单的粉刷，做了一个 PVC 的吊顶，上面盖的是青瓦，楼层的高度将近有4.5米左右，开间有4米左右，一个堂屋，有4个卧室，加上一个厨房，背后呢还有个旱厕。这边距离城里面将近有2.5公里，很方便的。只要1辆单车，每天到城里面买菜也很方便。这背后呢就是他们家的旱厕，那边还有棵李子树，上次我过来的时候啊，结满了李子，这个时候啊，已经全部应该掉在地下了，已经熟透了吧。房子的周边是没有大树的，全部都是一些灌木丛。大山里面的植被啊，非常的丰富。这栋房子通水通电，网络的话需要自己再重新牵一根线过来。我就是喜欢这栋房子的环境。这位杭州的大哥呢，也是大老远的跑过来，就是专程的想来看一下这栋房子。现在的价格呢，我们初步的是和房东谈了一下。这边厨房啊是可以直接通往背后的，这个位置好像是锁上了。去房子的背后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的外墙也是做了一个粉刷。房子的进深将近有6米左右。这边的旱厕啊，以前是养猪的，有个猪圈，旱厕就在旁边。现在这个位置啊也不用了。我觉得如果把这栋房子盘下来，在这个位置啊可以给它利用起来，
房子是背靠着石头山，这边的盖檐也是清理的干干净净。房子呢一直都是检修着，所以瓦片是不漏雨的。这里的泉水啊很丰富，从石头缝里面流出来的。主人家告诉我说，以前这边啊经常会出来很多石蛙，所以呢他修了一个池子，在这里面呢养石蛙。刚才我看了一下，现在好像是看不到了。其实这房屋的背后啊还挺宽的，在想这边如果修建一个池子应该是挺不错。夏天呢还可以在池子里面泡泡澡。这边都有一处天然的蓄水池，把这个位置给它用水泥浮起来，这样子就比较深了。上面搭建一个凉亭，夏天呢在这边泡泡澡挺不错的。刚才我们说的这块地啊就是他老表家的，他们家的地界呢相当于就是这个小小的水沟，过去呢就是老表家的。以前啊建这套房子肯定非常不容易，所有的材料啊都靠人工从底下的马路搬上来。这些砖块很重的，每一块砖将近有40斤左右，这是19的水泥砖，中间是空心的。这边的外墙是没有做粉刷的。这是一间厨房，门口的这棵香樟树长得枝繁叶茂的，到夏天的时候还可以挡住一部分的太阳光。主人家还挺讲究的，在院子里面种了一些草本的植物，前一段时间刚刚开过花。很多人说在大山里面找处独门独院的院子养老，过上那种世外桃源般的生活。我觉得这个院子和大家想的应该是差不多的一个场景。房子背靠大山，面朝着大山，底下有条小河，房子的两边有泉源，而且常年流着水，独门独院，基本上和邻居没有什么过多的交集。这样的房子私密性空间非常的好，整个院子又不大，房子呢基本上结构很好，直接可以拎包入住，打扫一下卫生就可以了。整个小院种上花花草草，养一些鸡鸭，那一年的生活真的是挺安逸的。从镜头里面大家应该也能看得出，虽然底下的马路时不时的有些车辆经过，有些车辆开动的声音，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影响。底下的小河这个时候啊水涨上来了，如果想吃鱼可以走到河边去钓鱼，也是挺不错的。甚至我在想，就在房屋的背后或者旁边修一个蓄水池，还可以养些鱼，自己也可以来吃。这是主人家种的一些菜，西红柿还有辣椒。底下的这条小河呢是幽水河的支流，前一段时间涨了水，所以河里面的水是有点浑浊的。那边就是宝鸡的县城了。
这边的方向就是去外面。在这边拍了一会儿视频，实际上并不感觉热，一直是吹着风的。大家都担心啊，到了夏天最热的月份，这边可能温度比较高。实际上在山里面并不觉得。像这样的一个地方，海拔将近有300米左右，到了晚上睡在山里面还是需要盖一层被子的，要不然还会有点冷。那房子整体的结构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，具体该怎么谈呢？我们再和大哥，然后呢和主人家再商量一下。后续呢，可能我会拍一个视频给大家做一个交代。那今天呢，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。喜欢我的视频还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